香港面对第5波新冠疫情冲击，首批内地支援香港抗疫的流行病学专家组周四下午抵港，对香港防疫抗疫工作进行全面考察指导。周五，专家组与特区政府相关官员举行首次会议，并视察马鞍山火眼实验室。而香港社会各界也纷纷行动起来，把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四在深圳湾口岸迎接专家时就表示，特区政府定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调动一切可调动的资源，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确保香港的大局稳定。国家从来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他早前向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防疫抗疫请求，在港4天时间里，专家组将与香港特区食卫局、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医管局人员进行交流，借助内地疫情处置经验，深入分析研究当前香港的疫情形势，有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疫情防控措施建议。实际上，这4名内地专家周四抵港后，当晚就马不停蹄地奔赴马鞍山体育馆火眼实验室进行了考察。周五上午，与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召开首次会议前，专家组一行再次来到这里考察2小时，了解检测流程，并进行快速抗原测试。而与专家团一同到港的2部流动核酸检测车也停到体育馆外。据报道，这2辆核酸检测车本身已交付广东省疾控中心，并服役于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曾参与2021年月桂卫生应急演练。由中央派出的专家组成员昨日抵达香港展开考察，今天他们与香港卫生及相关官员交流防疫抗疫工作的经验。内地也派出多名检测技术人员，连同2辆流动检测车到港，提升香港的检测能力。流动检测车呢，现在就在我身后，停在马鞍山体育馆，也就是火眼实验室的外面。据悉呢，2辆车整合了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和空气净化系统等。剛剛呢就有路過的香港市民在體育館門口駐足拍照。好開心啊！真係多謝中央過嚟到香港咁樣控制呢個疫情啦。好開心啊！好放心，香港有救，靠祖國。預計首個新增的隔離設施建設地點在竹篙灣。因為竹篙灣而家用嚟起咗現有嘅設施咧，只係用咗大約1/3嘅地方啫，所以有2/3咧係未用嘅。嗰度水電齊全啦，我覺得應該係最快最好嘅選擇嚟嘅。港媒報道，香港首間隔離酒店荃灣帝盛酒店周五開始運作，供症狀輕微或無病徵的新冠確診者入住隔離。為了應對香港第5波新冠肺炎疫情，中央各部門和廣東省全力協調支援。在香港市民最關注的提高核酸檢測能力以及跨境鮮活食品供應方面，內地相關部門和企業全力以赴給予保障。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在防疫壓力下，供港生命線從未中斷。當下，深圳各方全力支持香港抗疫，保障通關安全和市場供應。從15號凌晨起，香港馬鞍山體育館搭建的華大火眼實驗室開始運作。同時，第2套和第3套火眼實驗室也正在建設中，以突破核酸檢測量瓶頸。這個每天可以做10萬單管，如果3分一的話，就每天可以做30萬；如果5分一，就是可以50萬。所以這個增加了香港這個檢測的通量很大。深圳多家企業生產的檢測試劑也源源不斷發往香港，多個民間社團捐款捐物馳援戰役前線。騰訊基金會首期捐助1000萬港元，為香港幼童和長者提供及時援助。深圳衛視駐港記者在採訪全國人大代表、西馬眼科醫療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香港立法會議員林順潮時了解到，西馬醫療連同深圳亞輝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捐出30萬套新冠病毒快速測試包。因為習主席講就話要動員一切可以動員嘅力量同埋資源。咁我哋屬於係民間嘅係資源同埋力量，咁而且我哋呢啲快速測試包咧，就係對呢個抗疫咧嗰個起嘅作用可以好大嘅。我哋香港同深圳咧都係大灣區嘅係一個重要成員。咁而家香港有呢一個係疫情嘅大災難，咁咧就非常之開心咧，就係能夠同呢個深圳嘅企業咧，就係深港係攜手，就係共同抗疫啦。咁呢個亦都係咧，就作為一個企業咧，我哋嗰個係社會責任咁所以咧就係呢個我哋非常之開心有呢個機會咧，就係去攜手參與就希望能夠係盡到一點力。周五下午，香港蛇口同鄉會舉行援港抗疫物資發送儀式，
将为香港提供10万套新型冠状病毒抗原快速检测试剂。这些快速检测试剂操作简单，使用便捷，最快只需要15分钟即可得到检测结果。昨天6点28分，收到香港警务处肖处长的请求。他说，目前香港警方、香港警察很需要的测试包，我就马上发了个朋友圈，叫大家能够支持一下。香港蛇口同乡会募集到的这批抗疫物资，预计将于下周3送达香港警队、香港惩教署以及会员乡亲手上。目前，深圳20多个居港同乡会充分发挥连接深港两地的优势作用，发动会员筹集病毒抗体快速检测试剂盒、抗疫福袋、N95 口罩、医用手套等物资，为香港早日战胜疫情尽一份力。除了协助香港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及增强相关物资供应外，保障香港市场的肉菜供应稳定，也是内地支援的重要一环。文锦渡口岸自2月14号0时起调整货检功能。仅用于供港鲜活类货物跨境车辆出入境，设置专门的供港鲜活绿色通道。2月以来，文锦渡海关监管验放供港蔬菜3万多吨，供港水果6000多吨，供港活猪4万多头，全力保障香港市民的菜篮子。对供港蔬菜水果实施清单验放加汇总报关，实现当天主化、当天申报、当天出口，全力保障供港蔬菜、水果等生鲜产品平稳、高质量供应。国家一直是香港最强有力的后盾，而深圳一直冲锋在前。那么这背后反映了深圳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良好的供应链管理能力，还有完善的防疫抗疫理念等等，是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发布最新恶名市场名单，首次将微信、全球速卖通列入其中，称他们助长了所谓商标造假行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一直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敦促美方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美国此时再对中企进行无理打压，究竟有何图谋？来看报道。当地时间周4，美国贸易代表处发布声明，宣布将中国的微信以及阿里旗下的全球速卖通加入到一项针对假冒伪劣和盗版商品的恶名市场名单，而此前已经进入名单的拼多多、淘宝、百度网盘等中国公司产品依然在列。2021年恶名市场名单总共列出了42个在线市场和35个实体市场，其中涉及中国的包括微信、淘宝等6个在线市场以及9个实体市场。美国贸易代表处发布的报告认为，这些市场从事或为大量假冒商标或盗版商品提供便利。不过，分析指出，该报告不附带法律后果或惩罚，主要是点名作用。针对美贸易代表处此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五表示，美方不应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事实上，中方一直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近年来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国外在华知识产权数量保持较快增长，表明外国企业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营商环境抱有坚定信心。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为中美两国企业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共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美国政府于上周5公布最新印太战略报告，其中重申，美国计划在今年初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拜登政府希望该倡议至少能部分填补前总统特朗普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来，美国与该地区接触的一个巨大缺口。观察指出，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更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应对中国。拜登政府上台1年多，竞争是其对华政策关系的基调。过去1年，美国打造了数个集团政治性质的小圈子联盟，而印太经济框架正是拜登推出的在亚太地区应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小圈子。据路透社周4的报道，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当天的电话会议上就直白地表示，美国无意在即将到来的印太经济框架中与中国接触。长期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苏晓辉直言，美国再次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正是为了配合印太经济框架，试图通过抹黑中企达到孤立中国的目的。这样的一个印太经济框架就是要对中国来进行打压，而在这样的一系列的设计的过程当中，美国
要拉帮结派，首先需要把中国打造成一个负面的形象。所以我们会看到近一时期针对中国企业的不断的发力，以知识产权等议题来进行挑动，对中国企业来刻意的贴标签，把中国的发展描述成一种所谓的不守规矩的发展，就成为了美国在拉帮结派的过程当中必然要选取的一些辅助的手段。一方面呢，美国希望自己的阵容尽可能的扩大，那另外一方面就要使中国更为孤立。所以我们会看到的涉及到印太经济框架，美国现在正在与中国进行博弈的过程，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和地区影响力的博弈，同样也是未来规则制定的一系列的博弈。在专家看来，拜登在亚太地区孤立中国的经济构想，在实际操作层面难以实现。抛开和中国有密切经贸往来的东南亚国家，即便是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美国盟友，也很难离开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的庞大市场。实际上，为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美国手段用尽。早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在发起中美贸易战的同时，还启动中国行动计划，旨在打击所谓中国在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强调对教授和学生等非传统信息收集者的关注。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形成了一套逻辑，认为中美之间实力差别的改变，中国开始赶超美国，其中部分的原因是所谓的经济科技方面的窃密。美国非常天真的甚至幼稚的认为，所谓中国从美国学习到的技术会帮助中国加快赶超美国。所以呢，在涉及到科技领域，尤其是一些高精尖的领域，那么这样的一些看法促使美政府推出了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以一种非常粗暴的方式来切断中美之间在人文科技方面的一些正常的交流，对中美之间本身符合双方互利共赢原则的一系列的合作造成了影响。中国行动计划出炉以来，不仅大幅阻断中美之间正常的学术和人文交流，损害了两国的科学合作，更煽动了美国内对亚裔的仇恨情绪。一些保守派戴上有色眼镜，认为只要是亚裔学者，就有可能是泄露国家机密的间谍。上月20号被美国联邦检察官撤销指控的麻省理工学院知名华裔教授陈刚，日前参加一个线上论坛时，披露了过去1年因被逮捕而遭遇的不公待遇。 From my angle, all the misconducts by FBI, they distort and alter facts to they interpret normal professional activity as crime, and they took me aside, hold my family there for a few hours, couldn't even go to the restaurant, and they didn't find I did anything wrong. 去年，美国华裔精英非营利组织百人会联合亚利桑那大学，针对中国行动计划引发的歧视争议做了调查研究。在83所大学的近2000名被调查者中，超过40%华裔学者认为感受到了美国政府的歧视，而仅不到1%的非华裔学者表达了相同的担忧。超过50%华裔学者担心被美国政府监控，这个数字是非华裔学者的5倍。不过，不论是华裔还是非华裔学者，都认同华裔科学家在其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也都认为应当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加之在特朗普政府的渲染下，美国社会对亚裔的歧视情绪高涨。美方应该深刻反思，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国内的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维护保障包括亚裔群体在内的少数族裔的正当权益，让他们远离暴力和恐惧，享受应有的平等权利。苏晓辉分析，拜登政府开启针对中国行动计划的审查，主要是从自身政治利益的角度出发，并不意味着他将在科技上对华停止打压。这项计划引发的亚裔歧视问题与民主党人宣称的开放包容理念相悖，如果不尽早解决，将会给中期选举乃至2024总统大选造成负面影响。拜登认为，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有的一些政策，包括中国行动计划，以一种非常武断的方式来切断中美之间的联系，这种大水漫灌的方式并不科学，它更多的是希望所谓精准打击。那么从这样的改弦更张当中，我们会看到，拜登就任之后，美国对华进行打压，包括在科技上下手，手段是变得更加隐蔽的。英国前商务大臣兼贸易委员会主席文斯凯布尔近期指出，美国应尽早认识和承认中国的发展，与中国在经济等方面进行合作，对各方都有利。在有着190多年历史的牛津辩论社，凯布尔发表了上述言论。上月，这场题为“与龙共舞：中国是敌是友”的辩论，在凯布尔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之间展开。
白邦瑞号称是西方世界的中国通，发言态度强硬，对中国充满猜忌。但凯布尔则在辩论中展现出对华理性务实的态度。针对白邦瑞提出的中国有一项试图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凯布尔风趣地进行了反驳。I mean, I have to tell him that 25 years ago I was sitting in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in London, armed with a few statistics, a calculator, and a bit of common sense. And you could work out on the back of an envelope that China was almost certain to become the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by 2020. It didn't require secrecy to understand that. And there's simple arithmetic, actually. I mean, there are 4 times as many people in China. You know, when China gets to a quarter of American living standards, by definition, it's going to be equivalent in economic size. I mean, why is that a problem? I mean, it should be something we welcome. 凯布尔直言，美国怀着敌视和怀疑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根本原因就是其霸权思维。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re of the problem, in many ways, is an inability to get used to this basic fact and to adapt to it, and to accept that China is going to have to be integrated within the rules of the world system,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has led and led well to our benefit. 凯布尔说，在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美西方必须与中国合作。Countries have to cooperate. You know, pandemics are one example. The other is in Glasgow at the moment, is climate change. But the key point is we're not going to solve this problem unless we work with them. You can't do that in a Cold War environment. 好，相关问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新抛出所谓恶名市场名单，中国几家领先数字企业以及9个线下实体市场赫然上榜。中国外交部敦促美方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那管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好的，主持人。那么按照美方的说法呢，推出报告以及发布榜单的这个本意在于保护知识产权、打击假冒伪劣、打击商标侵权等等。那么就报告以及榜单本身而言呢，它实际上并不具备执法的效力，它不附带法律后果或者是惩罚。那么主要呢是点名和谴责。那我们看美方发布的最新的榜单，既有微信、速卖通这样的初次上榜者，也包括淘宝、拼多多等多次上榜者。此外呢，还列入了福建莆田安福批发市场、深圳华强北电子产品商业带、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客运中心等等9个实体的市场。那必须要指出，市场经济环境下总有逐利而为的违法违规者，那不独是在中美，实际上全球皆然。所以啊，打击假冒伪劣、打击盗版侵权、维护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与市场秩序，这呢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这也是中国市场监管执法者他们一直在致力践行的规管目标。那根据中美首阶段的经贸协议，两国达成共识，将会更加严格的打击电商平台假冒和盗版问题，并且规定了包括吊销平台网络经营许可在内的一系列的严厉措施。而且呢，中方在此领域依法加强规管的这种系统性的努力啊，一直是在持续的。尤其呢是去年8月，中国市场管理机构公布了修改电子商务法相关条文的征求意见稿。那么其中就规定，如果电商平台商家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没有依法采取必要措施，情节特别严重的，有关部门可以限制其开展相关网络经营活动，直至呢吊销网络经营的许可证。那么相关修法行动就意味着，不但直接造假侵权者的违法成本极高，那么平台商家的容错成本实际上也已经高到了不敢错也不能错的地步。那么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汪文斌今天强调反对美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就特别具有针对性。美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搞了哪些动作？对此，您认为中方又该如何反制呢？那么在抛出所谓恶名市场榜单的同时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拿出了一份评估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执行情况的报告。那么就公开扬言要寻求新的对华贸易战略，更新国内的贸易工具，以应对所谓中国政府主导的非市场化的政策和做法云云。那么对美方强扣中方的所谓非市场导向的大贸，
昨天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做出了有力的驳斥，强调呢，全球存在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美方以寻求新战略为名，行的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之实。那在我看来呢，以市场规管为名义，带有所谓民间色彩的这个恶名市场榜，此时呢出笼，是不是存在着为寻求新战略提供弹药的恶意动机？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美国彭博社今天已经在舆论放风了，说拜登政府正在谋划所谓产业补贴议程，要对华发起新一轮的3011调查。那么昨天高峰他在应询时呢就特别指出，中美经贸团队保持着正常的沟通，但是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拿所谓对华新贸易战略来造势，这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警示信号。如果联系到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理论上已经在去年底到期的背景，联系到美方官员有关即将推出的这个印太经贸框架，无意呢对华搞接触的这样的一种强硬喊话，那么我们更进而言之，如果在微观层面来看，美方跨部门、跨党派在所谓形形色色榜单上的对华政治操弄，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呢，美国商务部月初推出的所谓未经验证清单，包括此前更加臭名昭著的实体清单，乃至五角大楼炮制的所谓涉军清单等等，这些个信号恐怕都在预示着未来中美经贸的很大的不确定性，预示着中美在此领域的交锋与斗争势必会长期化。那么因应此一态势，我们尤其要用心学习领会，深刻理解体察总书记对运用法治手段开展国际斗争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要求。好，谢谢广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乌克兰东部争议地区周四发生交火，局势骤然紧张。俄罗斯正在撤回临近乌克兰地区的演习部队，并表示撤离行动有明确的时间表。然而，美国总统拜登却再次预言称，俄罗斯肯定会在几天内进攻乌克兰。继西方媒体所谓俄16号入侵乌克兰的说法不攻自破之后，西方媒体关于俄罗斯即将于20号入侵乌克兰的论调又甚嚣尘上。对此，俄罗斯方面回应称，西方媒体为了抹黑俄罗斯，已经不顾脸面。佩斯科夫指出，希望西方国家利用自身的影响力，警告基辅当局不要将局势升级。俄罗斯国防部周四还公开视频，显示部分士兵在克里米亚完成演习后，乘火车返回车臣基地。尽管俄罗斯连续发表数份撤军声明，并配以图片、视频，美国及其盟友却众口一词表示质疑。白宫官员甚至直接称撤军是假的，入侵仍然随时可能发生。美国还持续向欧洲东部增派部队。美国总统拜登也再次渲染称，俄罗斯可能在接下来几天内对乌克兰发起攻击。Mr. President, how high is the threat of a Russian invasion right now? It's very high. Why? It's very high because they have not moved any of their troops out. They've moved more troops in. My sense this will happen within the next several days. 对于拜登宣称俄方未来几日进攻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回应称，拜登的言论是制造紧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讲话称，美国的情报显示，俄罗斯已经走上了战争道路，计划未来数日内进攻乌克兰。他还称，美国分享这些情报旨在阻止战争，而非发动战争。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韦尔西宁在安理会回击称，是西方国家想挑起战事。Попытки переложить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на Россию, выставить ее стороной конфликта, несостоятельны и не имеют под собой никаких оснований. 对于布林肯的相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五表示，美国情报部门的可信度如何，在伊拉克、乌克兰等问题上已经得到了检验。乌克兰局势成为近期外交部记者会的热点议题。我们注意到，针对美国频频渲染俄罗斯将入侵乌克兰的说法，发言人汪文斌今天给出了最新评论，强调不能以释放战争烟雾弹为筹码。昨天，汪文斌就表示，散布虚假信息无助于乌克兰问题的解决，而今天更是直接点出了烟雾弹是作为筹码，戳破了美方的真正图谋。面对美方和北约的步步紧逼，俄罗斯选择展现战略威慑。俄罗斯将于当地时间周六举行由总统普京亲自指挥的既定战略威慑力量演习。演习期间将发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曾透露，他将于周五、周六2天访问俄罗斯。期间，他计划与普京一起参加军事演习。
这次演习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检查各军事指挥部门、战斗编队、舰船机组以及导弹运载装置的备战情况，检验俄罗斯战略核武器以及非核武器的可靠性。演习涉及俄罗斯空天军、南部军区、战略导弹部队、北方舰队和黑海舰队等部队。连日来，西方国家持续炒作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话题。继西方政客和媒体此前在报道中提及的所谓俄罗斯15号或16号入侵乌克兰的说法不攻自破之后，西方媒体关于俄罗斯即将于20号入侵乌克兰的论调又甚嚣尘上。美国政治新闻网称，20号俄白联合军演结束，西方担忧俄军驻留白俄罗斯。同一天，慕尼黑安全会议闭幕。由于美副总统哈里斯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亲自参加，而美国2号人物在欧洲，乌克兰国家元首不在本国时，俄罗斯若发动入侵，会被证明是一种终极羞辱。这是俄领导人最喜欢的地缘政治挑衅。今年，俄官员多年来首度不打算参加慕安会。俄外长拉夫罗夫说，乌克兰周边局势升级是否会在2月20号结束，不取决于俄罗斯，因为战争不是俄方鼓吹的。俄白演习按计划将在这一天结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也在召开记者会时嘲讽西方媒体应该给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间表，这样他就可以提前安排他的休假计划。如果利用军事威胁不断升级两国的矛盾，产生了这种军事上的冲突，这种两败俱伤的现象，伤的不仅仅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甚至波及到整个欧洲，而美国是隔岸观火，这个坐着就能赢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美俄外交博弈不断。俄罗斯方面证实，美国驻俄大使馆的2号人物副大使戈尔曼已于周四被驱逐出境。消息传出后，外界纷纷猜测这与俄乌局势持续升级有关。不过，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四明确表示，此举是为了回应俄驻美大使馆的一名参赞遭到美方无理驱逐，并非俄方对事态的蓄意升级。此外，双方围绕乌克兰的谈判也仍将继续。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周四表示，如果俄罗斯不入侵乌克兰，国务卿布林肯将于下周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继续努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我们看到，就在俄罗斯宣布在演习结束之后，将部分俄军人员撤回营地不久，俄乌局势却再起波澜。那对此您怎么看？确实，昨天的俄乌局势不仅是急转直下，而且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进展，或者说，俄罗斯方面打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拳，包括向美方递交书面答复，驱逐美驻俄大使馆副馆长，以及乌东部地区武装冲突突然升级等等。如果说此前外界还猜不透俄罗斯的葫芦里面卖的究竟是什么药，俄军是要真打还是假打的话，那么我认为在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拳之后，我们反倒是对俄罗斯的战略与战术目标还有战术底牌给看得更清楚了。而在我看来，普京的目标和底牌并不是像外界原先所猜想的那样要占领乌东地区，甚至是占领整个乌克兰。他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以战逼谈。其中谈也就是外交手段，是战略，其目标一是让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二是让乌东部地区实现独立建国，并在日后加入独联体。而战也就是军事手段，是属于战术，是为了逼迫北约与乌克兰在战略上做出让步而采取的压迫手段。也就是说，俄罗斯10几万大兵压境，表面上看来是实实在在的，但其本质则是虚的，是为外交谈判来服务的。而谈判表面上看来是在务虚，但却是俄罗斯真实的目的和手段。而且普京一手虚，一手实，一手军事，一手政治和外交，这2手策略相互配合，已经玩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那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普京是如何一手军事一手政治玩虚实2手策略的吗？普京这2手策略不仅相互配合得非常好，而且还是逐步螺旋式升级的。首先，在昨天，也就是17号之前，普京先是突然向俄乌边境征兵，形成了大兵压境、战争一触即发的态势。这一招的目的
是要让乌克兰、北约感到紧张，并把他们逼到谈判桌上来。事后看来，普京也果然达到了自己的初步目的，包括法德在内的欧洲国家领导人跑到莫斯科来谈判了，而美国与北约更是将一份虽然拒绝了俄罗斯提出的放弃北约东扩要求，但却保证乌克兰不会在近期加入北约的书面承诺递交到了普京的桌上。而西方国家主动让步、主动要求谈，以及拜登主动透露不会军事支援乌克兰的言行，也就更加让普京看穿了美国和北约的软肋，那就是美国和北约非常怕事，他们很吃俄罗斯这一套。在这种情况下，普京自然不会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有限战略目标，而是想要完全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于是普京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也就是战略上向美国与北约摊牌，战术上进一步加大施压力度。具体来讲，就是以书面答复的方式向美国与北约亮出了自己战略底牌。这份书面答复一是给美国与北约画下了清晰的战略红线，也就是必须要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坚定保证；二是跟美国与北约要求对其给俄罗斯书面答复进行保密的行为相反。俄罗斯在将自己的书面答复递给美国大使馆的同时，还直接把它挂在了网上，向全天下人来公开。这显然是既没有给美国留后路，也没有给自己留后路，而是摆出了必须按照我说的办的这么一种姿态。三是以书面形式向美方发出了威胁，假如不按照俄罗斯说的办，俄罗斯将被迫做出回应，包括实施军事技术措施。除此之外，普京还在外交层面给美国人来了个下马威，以在拜登政府看来是莫须有的罪名驱除了美驻俄大使馆副馆长，摆出了不怕事态升级、欢迎升级的这么一种姿态。这几手玩下来，不仅吓得拜登政府又在惊呼俄罗斯将在近日进攻乌克兰了，而且也把美国股市吓得是飞流直下3000尺。那么弄明白了普京的战略与战术底牌之后，我们就可以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俄乌局势做一个大致的预判。第一，即使已经做好了全面战斗准备，俄军仍然不会大举进攻乌克兰，更不会占领乌克兰，否则的话就会打乱了普京的总体战略部署。第二，普京会给拜登政府与北约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消化与回应俄罗斯提出的要求。面对俄罗斯提出的态度强硬的谈判条件，最终拜登政府又会如何回应呢？我认为，面对俄方提出的强硬要求，接下来世界霸主美国以及当今世界头号军事集团北约将会陷入到一种异常尴尬的境地。很显然，美国与北约不可能按照普京的要求被迫写下屈辱性的放弃北约东扩保证书，否则这张老脸将不知道要往哪里搁。但是俄罗斯已经撂了狠话，谈判桌上不答应，就会在战场上用军事手段来回应。那么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俄罗斯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拜登本人又开始唱起了俄罗斯将在最近几天进攻乌克兰的老调，而国务卿布林肯则跑到联合国安理会去哭诉、去告状去了。有意思的是，不少国内民众都认为这是拜登政府无能的表现。我认为不尽然，这恰恰就是拜登政府经过精心选择的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一种应对方式。这种应对方式说白了就是打嘴仗。拜登政府通过这种打嘴仗的方式，至少达到了这么几个战术与战略目的：一是将俄军的军事动向曝光在了天下，不仅向全世界宣扬了俄罗斯威胁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干扰甚至是破坏了俄罗斯的军事计划；二是通过宣扬俄罗斯威胁论，让欧盟与北约产生了危机意识，从而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